结婚多久了？8年了。孩子呢？7岁。我这房子本来买的就是结婚用的，还以为他真的会走进家庭呢啊。杨东，哎，他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给你特别特别的，照到身上的光都是亮亮的。今天下午你离开之后，作战中心的人找我单独谈了，希望我能够加入科学边界组织。那你没有答应他们？没有。太对了，我跟你讲，他们就是一群，自大的白痴，啊。他们好像做过一些调查。是啊，还是全世界范围的。那所以他们应该知道，有2个人跟科学边界没有任何的关系。杨东就是其中之一嘛。丁博士，杨东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物理学不存在了。如果说物理学不存在的话，你现在松开手，你手里这本书应该飞在天上，而不是落在地上。对啊，如果物理学不存在，薛定谔就不应该在地上，应该在天上嘛。所以，爱因斯坦也不应该在地上，牛顿也不应该在地上，就他们这些人，全都不应该在地上，他们应该飞在天上。都在地上。会玩这个吗？会一点。我杨东特别喜欢，因为它让我们想起了加速器中的粒子对撞。帮我收一下。你随便扔就可以，随便扔，没事，不用对那，随便扔一下就行。那能打进去吗？
一般人都应该可以吧？慢慢转个90度。对，好，可以。丁博士，这是干什么呀？再来。我们现在实验结束，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结果啊。我们一共进行了5次撞击实验嘛，前面4次都是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时间，然后第5次跟第1次是在同样的位置，但是不同的时间。所以这样结果你不惊讶吗？5次撞击实验结果都一样啊。什么意思啊？我想请你用物理学的语言解释一下这样的结果。物理学的语言啊。在之前的5次实验当中，白球和黑球质量没有任何变化，位置关系如果以台球桌作为参照系的话，也没有任何的变化。白球撞击黑球，速度相当基本上没有变化。所以导致2个球在碰撞的时候产生的动量交换也没有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黑球都可以打入洞中的原因。所以你现在发现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定律，就是物理规律在时间和空间上它是均匀的。人类历史上到现在所有的物理的发现，什么阿基米德定律啊、弦论，就是一切的一切啊，都是基于这个定律之上的。你懂我意思吗？我懂你说的，但我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你敢不敢想象一下另外一种结果？第1次，黑球金蛋；第2次，黑球呢走偏了；第3次，黑球直接飞到了；第4次，黑球像一只受到惊吓的麻雀一样在房间里飞来飞去。到第5次的时候呢，它以接近光速的速度飞出了这个桌子，打穿了墙壁，然后摆脱了地心引力，直接飞出太阳系。就像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里写的。那如果是像这样的一些实验结果的话，你会怎么想？你和杨总都喜欢打台球，是因为打台球让你们想起了加速器里面的粒子碰撞，所以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杨总的实验室里。9点07分的第1次数据，10点22分的第2次数据，10点50分的第3次数据均不一致，与计算数据也不一致，实验失败。发生了。可这本来就是实验的一部分，对于实验来讲，这很正常。对，就实验老实说，就数据不正常是正常的嘛，对吧？但这次不一样，
就我们回到台球啊，如果第4次它这个黑球像麻雀一样飞来飞去，然后第5次黑球飞出了太阳系，那这样的结果，如果我需要你来验证的话，你能用推论得出来吗？我是研究应用物理的，对于这些我不太懂，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可能。这是你发给死者的传真，这几份都是吗？怎么了？你女朋友没事吧？到底怎么了？怎么了？啊？你看谁呀？实验结果。时间。完全相同的数据，在他实验根本没有结束之前，已经交到了曼菲教授的手上。绝对不可能，在已知的物理学内，绝对不可能。我们觉得不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相信物理学。杨东论证过了，我也不知道，我也想知道嘛。就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啊，那么物理规律中的时间跟地点均匀这件事情就不存在了，那也就意味着，也就是说物理学不存在了。这对于前沿的理论探索会是一场巨大灾难。所以理论物理想要有所建树的话，它需要有一种执着的宗教信仰。这也是为什么有人愿意相信射手和农场主的那个假说嘛。射手和农场主，这是科学边界的一套说法。对，就是反正那些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的理论，其实说白了就是，就给人一点希望嘛。但这种希望有时候也可能会把人拖到深渊里。我一直觉得我好像抓住他了。或许你答应我求婚的话，实验就会顺利了。实验失败。那你多测几次呗。我可能错了。绝对不可能，我们觉得不可能，因为我们现在还相信物理学。物理学不存在了。物理学不存在了。
你好。欢迎你重新回到科学边界。打扰了。不，接到你的电话，我很高兴。你希望我能参加科学边界？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参加，都来了解我们。我还是不能完全接受你们的理论，虽然它听起来是很吸引人的。任何事物，在你开始怀疑并且想突破它的时候，是最吸引人的阶段。所以我们的名字叫边界。在这个地方能有这么大一个院子，主人一定不是一个普通人吧？这是我们一位会员的私宅，提供出来给我们做交流用。汪教授，汪教授，这位会员是研究量子纠缠的吧？是的。欢迎第一次来到科学边界的朋友。也欢迎重新回来的汪淼教授。汪教授之前参与过我们的讨论，所以接下来，我想请你告诉大家，我们探讨的究竟是什么？应该是射手和农场主的假设。假设有一名神枪手，在一个靶子上每隔10厘米打出一个洞。设想这个靶子上生活着一种2维智能生物，他们中的科学家在对自己的宇宙进行观察后，发现了一个伟大的定律：每隔10厘米单位必然会有一个洞。他们把这个神枪手一时兴起的随意行为看成自己宇宙中的铁律。在2维世界的生物看来，那些每隔10厘米出现的洞，没准就是他们世界最伟大的神迹。或许他们正准备进去冒险，甚至在研究勘测设备到底用哪种材料才能更快、更安全地去探秘。或许就是纳米材料。还有一种，农场主假说，一个农场里有一群火鸡，农场主每天上午11点来给他们喂食。火鸡中的一名科学家观察这个现象，一直观察了近1年都没有出现例外。于是，他也宣布了自己宇宙中的伟大定律：每天早上11点就有食物降临。到了11点，农场主又来了，但是今天是感恩节，食物没有降临。农场主进来，把他们都捉去杀了。我们有可能是那个靶子上的2维科学家，也有可能是农场里的火鸡科学家。如果在这个世界中确实存在一种超自然能力——射手，那么射手所掌握的规律就是真相。牛顿的经典力学在微观世界完全没有，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放到量子世界又遇到更多问题。如果科学有边界，那么我们很可能快要触碰到的就是那个边界。2维生物接触到的真相不是真相，因为在他们的世界，根本接触不到真正的真相。他们的科学是有边界的。
那边界之外是什么？射手和农场主掌握着的规律是什么？就我个人而言，这已不仅仅是科学本身，而更像是一种仪式，对于科学边界无限探索的仪式。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说说你的见解。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见解。对于理论，在座的各位都比我有发言权。不过我觉得，今天的探讨本身只会让科学家变脆弱。在我看来，这些假设根本无法证明是否存在。但如果大致上的二维经历，农场主的逻辑，让这个无法改变的事，科学家有多绝望？你此刻的态度恰恰说明，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你已经认可了这个假设。就算我认可，我也不会接受我是一个火鸡科学家。在此之前，你也许从来都没有想到自己有可能是一只火鸡科学家。我不会接受我是一个火鸡科学家。申博士，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手法是要杀死人的？农场里的火鸡本来就该在感恩节那天死去。王教授，脸色不好，没睡好啊？那天你是故意跟我说那些话，对吗？哪些话？让我去找丁仪，让我觉得科学边界可疑。你都是在设计我，对吗？你给我挖好了套，等着我自己去钻。你呀，虽然是个搞科学的，但脑子还挺好使。又查到什么了？赶紧交代一下。杨东到底是不是自杀？从刑侦学上和法医鉴定学上，妥妥的自杀。但如果他们都是自杀，那我们还调查个屁呀！啊！你还在设计我？设计我去关注杨东？没错。哎，我还得给你下一套。过2天杨东的葬礼。走吧，走吧，走吧。干嘛呀？开车送我下山。是我车吗？你就拽？情绪激动的时候，很容易犯错误。他去找了丁仪，又去找了申玉飞。别得意太早，这能说明什么呢？我敢打赌，他一定会出现在杨东的葬礼上。为什么？不为什么呀？我觉得这个汪淼很特殊啊。哎，老常，这都这么长时间了啊，就一个科学家自杀案，你这么大个作战中心，真的一无所获吗？你该跟我说说啊！你都把我调来有一段时间了。我这个作战中心所有的事情都要向你汇报吗？你就把科学家的案子给我查清楚就行了。行，放心，我就从汪淼这儿把这案子给你破了。但是，咱们俩说好的，你可别忘了。我停职的事儿，你得帮我解决了。我没帮你吗？
你停了吗？你在我这儿不干得好好的吗？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属回礼。叶老师，您节哀。你是？我是杨东的朋友，我叫王淼。谢谢。你也是研究弦理论的？不是，我是研究纳米的，应用物理。前2天我看了一个报道，就是关于纳米的，说的是一种超强度纳米材料，叫飞刃。那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实验室研究的方向。很大胆，很有前瞻性。您过奖了，叶老师。啊，前些天在良乡超弦模型验证试验那天，刚巧拍了一张杨东的照片，我把它送过来给您留个纪念。不好意思啊，叶老师，我在冲印的时候技术上出了一些瑕疵，过些天我重新冲印一张，给您送到家里面去。谢谢。您太客气了，叶老师再见。一身黑挺帅呀。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来这儿纯粹是为了对一位科研人员的尊重和悼念。我跟你解释清楚了吗？别再跟着我了。我要你解释了吗？你跟那个叶文洁、杨东他妈聊了很久啊？久吗？节哀，顺便。再见，需要那么久吗？什么东西啊？喂，哎，小王。哎，老李啊。怎么了？哎，什么情况啊？我让你帮我洗那一卷照片，你机器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为什么照片上面全都带码啊？这不可能啊！哎，别的客户没说过这个情况啊，是不是你底片的事儿啊？等会儿啊。底片上也有，是胶卷的问题吧？我胶卷也是在你那儿买的。不能吧？哎，你相机的问题吧？会不会是调错计时窗了？不是，你什么机器啊？我徕卡呀，1988年的 M2，全机械手动的。哟，那可是好玩意儿啊！你可真舍得啊？不对呀，你
这款机器应该没有计时功能。不是，就算有计时器的话，它也不可能出现在照片的正中间啊。那我就不知道了，要不你再查查？不对啊，这个码还能根据背景改变颜色。啊？我先研究一下，不跟你说啊。得嘞。时间都小于60，是时间。倒计时，是个倒计时，还有1194个小时。
187个小时。 Just a matter of time. Should we say goodbye, or should we keep it all? It's a beautiful lie. You can make it true if you want to, with the cost of all. Fireworks, you wasted all, just watch me burn, and on and on and on, and on and on and on. We can fight it back, step in with our lives, or shall we keep it all? 1187个小时，49天，49天之后发生什么呀？ With the cost of all.数据一模一样，那一定是时间打错了。我只给老师发了传真，如果是他复印的，复印文件时间怎么可能会不一样呢？就没人可能在你实验之前就拿到你的实验结果，就是机器的问题，你相信科学好吗？复印机只在时间上出错吗？Your people wouldn't believe. Soon my planet will vanish. I know in the future your people wouldn't think. Soon your planet will be punished. I've seen things your people wouldn't believe. Soon my planet will vanish. I know in the future your people wouldn't think. Soon